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努力，努力学习，努力表现，努力争取。于是你长大后，也自然把这套信念带进显化里。你认真写下目标，做每日练习，背诵肯定语句，甚至把愿望视为一场需要拼命才能完成的任务。但你发现，一切并没有你预期的那么流动。你越努力，愿望好像就越来越远，就像在水中用力拍打，水反而越来越浑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真正的显化，不是来自努力想要，而是来自稳定存在。当你用力过度，你其实是在告诉宇宙，我还不够，我需要更多做法才能配得。我现在的状态不值得拥有我想要的。这样的能量，本质是焦虑与匮乏，是你不相信我本来就值得的投射。宇宙回应的不是你想要什么，而是你当下是什么样的频率。当你全心全意在做，你其实远离了成为。真正的显化不是靠蛮力去创造，而是透过对齐、信任与流动来实现。你与愿望的距离从来不是行动的远近，而是能量的一致性。你可以做很多事，却仍然没有结果，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藏着一种我怕没得到的能量。这份害怕、执着、紧绷，其实成了无形的阻力。所以真正的转变是放下那种我要让它发生的控制欲，转而问自己，我能不能相信它会自然发生？我能不能在还没得到之前，就先感觉得到它的存在？我能不能用一种更轻盈、更稳定的方式，成为那个已经拥有它的人？这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要你从紧抓变成敞开，从匮乏的追求变成爱的接收。当你放下用力，你才真正进入显化的节奏。你会开始听见直觉的指引，开始吸引来对的人事物，开始看见宇宙早已为你安排好的路径。而你要做的不是推动结果，而是保持一致，保持清醒，保持信任。你会发现，最有力量的创造来自最安静的内在对齐，不是我努力让它发生，而是我允许它发生。因为你已经知道，你值得，你准备好了，你是那个可以承接一切美好的存在。这一刻起，让你的愿望不再是一场用力的追逐，而是一场轻盈的回归，回到那个原本就相信一切正在完美发生的你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愿望，想要一段关系，想要更多金钱，想要稳定的生活，想要成就、自由、被看见。这些愿望很自然，它们构成了我们努力的方向，也像是一张张我们对未来描绘的地图。但在这些愿望之下，有一种更深的声音，那不是来自头脑的想象，而是来自灵魂的记忆与召唤，那叫做灵魂的渴望。它们的不同并不在于表面上的内容，而在于频率。愿望很多时候来自我想要改变现状，来自一种对现在的否定与不满。它像是一种补偿，想填补空缺，想证明自己。而灵魂的渴望是一种来自内在的稳定与呼唤，它不是为了变成谁，而是为了回到我原本的样子。愿望有时是比较出来的，你看到别人有爱情，你也想有；你看到别人丰盛，你也想追上。
但灵魂的渴望不需要参照他人，它是你静下来时仍然清晰的那个感觉。它不是急迫的、焦躁的，需要立刻实现的。它是一种深深的知道，知道你此生来是为了活出这个方向。当你追求的是愿望，你会感觉紧张、焦虑、不安，因为它总是建立在现在不够好的基础上。当你靠近的是灵魂的渴望，你会感觉稳定、流动、清晰，即使还没实现，也感觉踏实与喜悦。所以我们需要学会辨识，问自己，我渴望这个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好，还是因为这是我真正的召唤？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，我会感到自由，还是只是更焦虑地想下一个？这个渴望是否让我更靠近真实的自己？你会发现，当你对齐的是灵魂的渴望，宇宙的流动会变得轻盈，因为你不再与当下对抗，你是在回应一种更大的智慧与安排。愿望需要努力兑现，灵魂渴望只需要允许它被活出。你不再追逐，而是开始成为；不再比较，而是开始感受内在的完整。这样的你，不但不会失去愿望的力量，反而更能让显化加速，因为你的频率是稳定、敞开、对齐的。宇宙最爱回应的，不是想要证明自己的你，而是已经相信自己值得的你。愿望不等于渴望，但当愿望与灵魂渴望一致时，你就启动了最深层的显化力量。从今天开始，听见那份不疾不徐但永远存在的声音，它会带你走向一条看似平凡却深刻的属于你的路。那条路上没有比较，没有匮乏，没有勉强，只有真实的你在光里发光。你许下愿望，写下清单，设定了丰盛、爱情、成功与自由的显化目标。你学会使用语言的力量、频率的原理、想象的技巧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，但愿望却迟迟未实现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方法不对？是不是能量还不够清晰？但真正值得回头看的，是你许愿时的那一个起心动念。你是出于爱在显化，还是出于恐惧？这是一个静下来才能诚实面对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太习惯用正面目标包装内在的不安。你说你想要爱，但其实是怕再次孤单。你说你想要丰盛，但其实是怕永远不够。你说你想要成功，但其实是怕没有人看见你。恐惧的愿望听起来一样动人，但频率是紧缩的、焦急的、想控制的。它像是一封写的再美，也封错地址的信，永远无法抵达你真正想去的地方。宇宙不是听你说了什么，而是回应你当时的能量状态。如果你带着我怕失败在显化，你吸引来的是更多需要努力证明自己的情境。如果你带着我怕不被爱在显化，你吸引来的是更多让你怀疑爱的剧本。不是宇宙在惩罚你，而是你正在用恐惧的镜子看世界。但如果你能回到爱的频率，一切会开始改变。爱的显化是一种允许与信任。你不是因为缺乏而渴望，而是因为喜悦而扩展。你许下愿望，不是想逃离现况，而是想活出更完整的自己。当你从爱出发，你不再急着达成，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够好。你不再依附结果，
因为你知道过程就是礼物。这样的你会发出一种稳定、柔和、有磁性的能量，宇宙自然会为你开路，不是因为你喊得够大声，而是因为你与它对齐了。显化的关键不是你做了多少，而是你从哪里出发。恐惧会让你追赶，爱会让你接收。恐惧让你紧抓，爱让你敞开。所以当你再次许愿，请先问自己，我这个愿望是为了逃避，还是为了爱自己？我想拥有这个，是为了证明价值，还是表达灵魂？你的答案会决定你所显化出来的世界。因为真正的创造力，从来不在你想要什么，而在你相信自己是谁。你越是出于爱的许愿，显化就越自然。你越是从完整出发，丰盛就越不费力地靠近你。这世界不是为了测验你的愿望强度，而是等待你成为那个爱自己的版本。然后说一句，我愿意拥有，因为我本来就值得。有时候，我们以为显化是创造，是一种用心想出来的蓝图，是对宇宙说出清晰愿望后的等待与接收。但真正深刻、稳定、可持续的显化，从来都不是凭空构筑，而是从你与自己重逢的那一刻开始。因为你所能创造的实相，永远不会超过你愿意承认的真实。我们花很多时间扮演应该要是的样子，努力成为成功的样子、成熟的样子、值得被爱的样子，却很少有勇气回头问一句，我真正的样子是什么？当你与自己失联，你的显化也会变得模糊、卡住、反复。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或是你以为你知道，却总在接近的时候感到不安、退缩、困惑。因为你不是从真实出发，你是从匮乏与防卫开始。你所渴望的其实不只是目标，而是有一天可以安心做自己，不再伪装坚强，不再隐藏情绪，不再为了爱而失去自己。当你愿意停下来，不再急着吸引，不再忙着追求，开始往内走，开始问，我还少说了什么真话？我是不是一直在扮演谁，而不是成为我？这一刻就是转捩点。真正的显化不是在许愿的时候发生，而是在你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诞生。你看见那个不够自信的你，不再责怪他，而是拥抱他。你看见那个渴望被爱却又害怕受伤的你，不再压抑他，而是聆听他。你开始允许自己软弱、迷惘，甚至混乱，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通往真实的门。当你与内在重逢，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透过外在获得肯定，你本身就拥有无限的创造力。那是一种从核心发出的力量，不是表面的吸引力技巧，而是一种我就是我的稳定存在。你开始不再追逐，而是吸引；不再焦虑，而是信任；不再模仿别人的成功，而是活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频率。这份真实就是最强大的显化能量，它会让宇宙知道该如何与你对话，会让一切资源开始朝你流动，因为你已经不再阻挡，不再分裂。你回到你自己，也就回到显化的源头。与内在自我重逢，不是一瞬间的觉醒，而是一段愿意每天与自己坐下来，听听心跳，感受存在，
说一句我愿意爱你，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从这里开始，愿望不再只是清单上的字，它会成为你生命自然流露的延伸，因为你不再从缺乏出发，而是从真实出发，而一切真正属于你的，会在你成为真正自己的那一刻，毫不费力地走向你。你在心里种下愿望，对宇宙说出一个又一个渴望的片段。你想要的其实很简单：爱、自由、丰盛、平静、被看见。你试着调整频率，对其意图，想把自己变成显化的样子。你努力让自己保持正向、专注、清晰，不让情绪失控，不让焦虑干扰，甚至连脆弱都变得有些羞于面对，仿佛只有高频的你才值得拥有那些愿望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真正的显化不是来自完美，而是来自真实的允许。你不需要变得毫无瑕疵，不需要永远稳定，总是光亮，才能被宇宙听见。因为宇宙回应的不是你扮演的样子，而是你是否敞开，是否诚实，是否愿意爱回自己。疗愈与显化的交汇点，就藏在你允许自己不完美的那一刻。那一刻，你不再试图修补自己，而是开始拥抱每个正在学习的部分。你不再责怪低潮，不再逃避混乱，而是对着那些还没圆满的碎片说：我允许你存在，我不再拒绝你。这样的你开始变得真实而有力量，不是因为你没有伤口，而是你不再为了愿望否认自己曾经受伤。你越是允许自己完整的活着，你的能量就越自由流动。你不再卡在自我批判的频道，而是在爱与接纳中重新对齐了显化的频率。因为显化不是奖赏，它是一种共振。当你与自己的真实共振，世界也会开始用真实的回应拥抱你。你会发现，你吸引来的人更温柔、更稳定，你触碰的事物更容易展开。你的愿望不再只是努力得来的结果，而是我就是这样的我的自然延伸。从这一刻起，你不需要再努力证明自己够好，你只需要愿意承认，即使我还不完美，我也值得被支持。即使我还在路上，我也配得拥有爱与丰盛。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准备好显化的你。因为你不再是为了填补空白才许愿，而是从完整出发，让愿望成为你爱自己的延伸。所以，请你温柔地记住，疗愈不是一个终点，显化也不是一场测验，它们在你愿意放下挣扎，安住于自己的此刻时，悄悄在能量场里交汇，然后开始实现所有原本就属于你的奇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